现在要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以太坊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周线上啊，以太坊它是还没有突破这轮熊市以来的前高的，前高还没有突破。那前高的位置呢，大概在2141左右，那现在是只有在1900左右，其实还有一大段差距哦，$250，其实也不是一个小的距离了。但是比特币呢，它早就已经突破前高了。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的图表呢，比特币它的前高呢，大概是在31800左右，那现在是在35000、35000多，所以其实就目前这一轮上涨的涨幅来说呢，以太坊它一定是比较弱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多，如果我们要持有现货的话，持有比特币一定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应不应该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呢？或者是说我们在做多的时候，我们在持有现货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去持有一些以太坊呢？那我们来纵观一下比特币对上以太坊图表呢，在历史上面的周期是怎么样的？我认为在这个图表当中呢，它可以显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强度。那有几个区块呢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有几个分段啊。第一个分段呢，就是在我们碰到最低点的时候，当然呢，我们要以古见今啊，就是我们要从过往的周期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轮会怎么走，或者说我们可以推估一下这轮会怎么走。我认为有几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3个时间点啊，这3个时间点。那第一个时间点呢是在2019年的9月。那当然呢，我们看周期的时候呢，我们从比特币的图表来看会清晰一些。当时2019年的9月的时候呢，我们是小牛走完了嘛？那我们当时正在走一个顶部的箱体。2019年的9月，大概在这里。也就是呢，我们还在走小牛的时候啊，我们当时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呢，它就还呈现的比较弱势哦。我们会看到它还是持续的下跌。那这就可以表明啊，我们在小牛还有熊市的时候，小牛跟熊市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持有的就是比特币哦。那当然了，熊市我们应该持有 USDT 嘛，或者说持有现金，不应该持有任何币。但在小牛的时候呢，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它就是在下跌的。你可以看这一段在下跌嘛。那白色线啊，第一条白色线呢，跟我们这条白色线是同样的时间点。所以当时比特币在上涨的时候呢，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在下跌，表示我们在小牛呢应该要持有比特币。我们在小牛的时候应该要持有比特币。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同理可证啦。我们现在在走小牛的行情嘛，尤其我们这波小牛呢，它还没有走完呢。有这个确认点呢，就是在我们突破前高过后，它可以确认我们这段小牛呢后面还有一段涨幅的。那既然小牛还没有走完，我们在小牛的时候呢，就应该要继续持有比特币，或者说比特币它应该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仓位的比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第二个时间点吧。第二个时间点呢是在2020年的年底左右。那这个时间点它哪里重要呢？它可以标示着我们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它开始往上喷发的起涨点。我认为是可以这样看的，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基本上回调的这个最低点跟我们前面的点呢也没有差到多少至少以周线的图表来说没有差到多少那我们从2020年的年底开始，以太坊的这一轮比较强劲的上涨呢，我们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当时的时间点呢，大约是在这里2020年的年底那你可以发现，当时2020年的年底呢，也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它涨得最快的时候，或者说它正要产生加速的时候前面确实也是涨，但是我们是到了，我认为我们是到2020年的年底之后呢，我们才进行加速的。那这段加速呢，这段上涨，如果持有以太坊的话，它是会比较好的当然了，以太坊的话，它波动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往下回调的话呢，比特币它回调的幅度也不会像以太坊那么大。但如果说我们在牛市的初期就配置了一些以太坊的话呢，这段的上涨对我们来说呢会更有利一些。那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到真正以太坊开始疯狂的时候呢，以太坊疯狂的时候会在哪里呢？会在什么时间点呢？2021年的3月底的时候，2021年的3月底是在什么位置呢？基本上比特币已经见顶了在这里，也就是比特币见顶的时候，以太坊它才正开始喷发，它才正开始走得更强势。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可以把这3个时间点呢，我们来画一下在这个白色线之前呢，我们应该呢都持有比特币，好，那我们在第二条白色线之后呢，我们可以配置些微的以太坊，我们可以配置一些以太坊。那我们在第3条白线过后呢，我们应该要大量的换成以太坊
大量持有以太坊，大量的持有以太坊。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这3个时间点。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第一条时间点之前嘛，所以我们都应该继续持有比特币哦。那我们持有以太坊，或者说换一些以太坊的时间点呢，其实现在还是没有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就加4年来看，我们就以4年的周期哦，我们开始配置一些以太坊的时候呢，会在2024年的可能10月、11月的时候，也就是明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配置一些以太坊了，可以开始把一些比特币换成以太坊了。那我们真正要开始大量的持有以太坊呢，或许要到再加4年嘛，2025年的3、4月的时候，2025年的3、4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大量的去持有以太坊了，或者说以太坊呢，它占的这个比例啊，可以越来越重。我认为是这样子的。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还在小牛当中嘛，我们就应该要尊重过往的历史，就是我们应该还是要继续持有比特币。那其实我们从当前的图表来看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太坊呢，它走的一定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如果你做的是以太坊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深有体悟啊。好，那我们还是看一下比特币的图表吧。比特币呢，从4小时来看呢，它对前面的箱体呢又往上突破了一次哦。前面的高点呢，大概在35000的位置哦。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有一次的突破失败，然后我们现在呢又有第2次哦。不过我们这次的突破它是出现在假日，那假日的这种突破行情，很多时候它就会要回来补缺口，它很多时候就会还会再回来确认一下哦。那我也会认为呢，我们目前的这个突破出现在假日，很不强势啊，很不强势，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去追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啊，我们看一下 CME 的图表。CME 的图表呢，它之前在34000的位置有留一个缺口，上周都没有补到。那我们这周呢，周末的时候它又开始上涨了，涨到了35150左右。那我们把这个点位呢给画出来了，35150大概在这里。那它也会留下一点点的缺口，这个缺口可能在35000左右。我认为这2个缺口呢，它在短期内回补的几率是很高的。尤其你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图表来看呢，34000这个位置，34000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互换，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支撑，这里。所以这个位置呢，它如果来测试的话，或者说很多人呢，他会把他们的止损呢放在这个支撑的下方。那如果说来测试的话，我相信他们的止损是要被达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清算地图吧。如果我们打开这1个月的图表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清算量最大的地方啊，清算强度最大的地方呢，就是在34000下方一点点的位置。那也刚好就是我们在这个支撑下方一点点的位置嘛。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呢要开启一波比较好的多头行情的话，我认为这里的位置呢是要被清算到的。那再往下可能要到33000多的这个地方啊，那这2个点位呢，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大家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你就会拿到$30的现金，现金哦，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完全不用做任何交易，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非常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